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聊新加坡永久居民 PR 这个身份值不值得申请，教育、医疗、购房补贴以及公积金的福利到底有多香？看完今天的分享，你会发现 PR 不仅是身份的象征，更是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。特别是在最后，我们还会告诉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技巧，如何退出 PR 后妥善管理公积金账户。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点，所以记得看到最后哦。准备好了吗？赶紧开始吧。第一章，成为新加坡 PR 前的准备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成为新加坡 PR 的基本条件。不是谁想申请就能批，每个人拿 PR 前都需要整理好自身的优势。符合资格的申请者主要有几类，如新加坡公民或 PR 的配偶、合法子女、持就业准证在新加坡工作的专业人士、通过全球投资者计划的外籍投资者等。但光满足资格还不够审查，还会综合考量你的学历、薪资、工作领域、年龄以及在新加坡居住时间等因素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，新加坡 PR 共有54.4万人，仅占总人口的9%，审核严格程度不言而喻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身份感兴趣，建议先展示你对新加坡长期居住的决心，例如多参与本地社区活动，表现出对新加坡的认同感。那么拿下 PR 后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呢？咱们往下看。第二章，新加坡 PR 福利详解。先说买房，这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。PR 在购置房产时可以享受明显的税务优惠。如果你和新加坡公民配偶组成家庭，可以申请互不组屋中的3房或以上新房。如果是双 PR 夫妻，在分别持 PR 满3年后，也能购买二手转售组屋。当然，私人住宅没有等待期，随时可购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外籍人士，购买私人住宅额外需要缴纳60%的买方印花税 APST， 但如果你是 PR 身份，首次购房只要缴5%的税，即便是第二套房也仅30%。靠这项税率，差多数家庭至少节几十万新币，直接把这钱投向更多生活规划。PR 还享有医疗保障，这也是生活在新加坡的一大优势。PR 会自动加入终身健保计划 MediShield Life， 方便通过公积金或现金支付保费。如果去公立医院看病， PR 的补贴额度大概是新加坡公民的一半，但也远低于国际水平。比如住院选择公立医院病房， PR 支付的费用可以比国际患者便宜数千新币。如果是大病医疗，终身健保计划和终身护保计划的综合覆盖，可以进一步降低高额医疗费用的压力。如果你是为了孩子考虑新加坡生活，那 PR 的教育优势会让你心动。简单来说， PR 子女不仅能申请顶尖本地学校，还无需支付国际学校的高额费用。来看看数据，小学阶段的本地学生学费每月约100新元，而国际学生的学费则高达550新元。在大学阶段，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， PR 学费能比国际学生便宜一半，节省数万新元。这种福利对于有教育规划的家庭来说，优势显而易见。第三章， PR 身份的重要时间节点。拿到 PR 后，可别以为可以躺平，接下来的几年可是关键。首先是公积金制度， PR 第一年的公积金缴纳比例是逐步递增的，首年仅缴纳9%，但从第3年起，你的比例就和公民一致了，达到37%。虽然到手工资会少一些，但别忘了公积金还是自己的资产，可用于买房首付、医疗储备和养老基金。第2年如果想申请入籍，也可以提交申请，前提是获得 PR 满2年且年满21岁。而在第3年后，双 PR 夫妻才可申请购买转售组屋。所以这些时间点建议你提前规划好。贡献比例升高后，也不失为实现更安全资产管理的一种方式。第4章，退出 PR 后的公积金管理。聊到这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如果未来我决定放弃 PR 身份，那我缴纳多年的公积金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你退出 PR 后，所有公积金款项都会连本带利退还给你的账户，不需要缴税，也没有复杂限制，只需3步：1. 结清税款，确保没有欠税；2. 注销 PR 身份，带着蓝卡、在入境许可证等材料去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办理；3. 提款前往公积金局提交退出 PR 证明申请，整个流程很简单，通常20天内能到账。不想提取也可以账户余额会继续享受利息，但记住，2027年3月以后，账户利息将不再累计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差不多讲完了。通过教育、医疗、住宅、公积金等角度，相信大家对新加坡 PR 的优势已经有了全面了解。可以说，这个身份绝对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一步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给我点赞分享，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你的移民规划是什么？你觉得 PR 的最大吸引力又是哪一点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